开始了。好，这个牌子帮大家介绍一下。我们今天要开的这个是 Frapping 的 Nevermore。Nevermore。对 Nevermore。那我们这个法品啊，因为其实我们也刚看到它而已，是它蛮小众的。那它好像是跟酒香没有相关性的一个香水品跟牌。Kilian 很像，都是跟酒相连。对。然后这家又好像跟单一白兰地的这个结合上是最为丰富这样。因为他们好像是这个主人啊，这条是受到一个酒窖的这个启发，因为他拿给他一瓶那个酒，然后他是陈年好酒，他喝了之后他就哇，很震撼，是，他决定要把它放到香水里面。我记得是这样。那它本身就是一个调香师咯。这一家对，这个是一个调，不，Frapping 是那个酒窖的名字。是酒窖名。他好像是跟他合也是联名这样的概念，对，所以当时本人不叫 Frapping。是，对，但这个酒商是有历史的。OK。这样我有兴趣找他的酒来喝。哦。是不是应该？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要不要等下先喝看看这个？这可能。好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赶快来看看。Nevermore。对。不能再多了，所以是一个。应该就意思调的刚刚好的意思吗？Nevermore。不是喝酒不能再多了啦。我也再多应该就白了。对，这个意思。不是因为喝酒你喝到一定的程度才是最好，接下来就是要吐了。对，不能再多，就刚刚好。再多可能就倒下去了。无法再多了。OK。其实他算做的还蛮精致的我这样还有说这有没有一点像酒瓶呢？对，其实是有的，而且它用木头这样。有那个用真的，你把它取出来。是他们家这个是对嘞，好漂亮。雕。每一瓶都有，都一样还都不一样？都一样。他们家蛮不错的哦。酒庄的图腾吗？以前中古世纪不是有哪一个家庭是有什么？对，代表的图腾是，对，有看那个什么贵族啦之类的，皇室啊都有它的图腾。对，简单大方。是木头的质感也不错。对，它盖子的木头质感也不错。对，木头质感嘛，这边有刻字这样子。哇！给大家看一下。不错。有刻字。整个原木。对。好，试试看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啦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雾化的状况也蛮不错的。蛮好的。我懂你说他要上皮的感觉了。这一支好像我以前果干的味道，隔壁邻居家的味道，邻居他院子种的，对，邻居种的桂花啦，或者是之类的味道。我觉得这一支的酒气很饱满耶。还有酒气吗？红酒的味道。我闻到的是有一点花跟木头的味道，有花香。有花香。闻到红酒的味道。这支目前是我还蛮丰富的，闻过最好闻的一支，他们家里面的一支。这个不错哎，这个很棒哦。这个很棒哦。但是 Nevermore 没有了，就是不能再喷第二次了。不是，我们这次进来的也 Nevermore 我们售罄，已经是哦，要的下次。我们拿出来就收完了。还有缺货。对，大家都要这支，可以理解啦，可见一斑的。哇，所以这个是它这个系列里面最热销的这一支，就是 Nevermore。有可能哦。它8.8分在那个什么 Slow Time。对，8.8分。这支还不错，哇，这支对，我闻过几支，里面这支算。形容描述一下你们前几名，你们闻到的味道跟感觉。我觉得像
就是白兰地。白兰地，你闻到的反倒是酒香。对我来说是白兰地，因为他刚刚说是红酒嘛，但我觉得它跟白兰地比较像，因为白兰地跟红酒的差别比起来的话，就是他们通常都是葡萄做的，但是白兰地的味道会再稍微甜一点。是。对，那红酒的话，它单纯的就是它的香气，对，那入口的感觉不会那么甜。对，但这支的话，我觉得它是比较像白兰地那种甜的感觉。我这边刚好补充一下它酒的部分哦。红酒的部分是直接发酵出来的红酒，所以它一些气味还有果香其实很丰富。白兰地是葡萄酒，也是葡萄，但是它是葡萄之后的蒸馏酒，所以它的酒精浓度是非常高的。然后呢，它有另外一个特别的部分，它会经过桶陈。就是把它放到橡木桶里面去桶陈，所以在桶陈的过程之内呢，它也会吸附更多的木质调。难怪，所以这我闻到可能就是这个桶的味道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不同的桶或者是放了很久的桶的话，它就会有桶陈的一个味道。所以白兰地是属于这一款。那威士忌的话，则是大小麦，然后糖化之后，本来就变啤酒，对不对？然后完了之后蒸馏之后酒精，然后再桶陈，就是威士忌。对，所以他们是酒的世家。是。所以相对于这些味道的层次啦、木质啦、花果香调啦，等等哦，他们应该是很熟了。以后讲酒的香水，你可不可以都来啊？好专业，有喝酒有研究，对，专家，酒也是一门大学问。酒专家，而且我确实能理解你说它在身上跟纸上的差别，因为酒其实也是一样，它就是有些酒它适合要冰的，有些酒又适合它是要常温，有些适合加点水加点什么，但就是每一个的酒的感觉都不一样，所以我懂你为什么说它要上升。是，我觉得这支超级好闻的。我很喜欢这个。那你说说看，给你的感受是？我觉得这个也很有画面，你知道，因为其实我没有很喜欢酒香的香水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拿来喝的，就是我的感觉啊。那我有闻过一些酒香的味道，然后它这个味道给我感觉是，因为你知道它存放酒的地方就是在那种地窖，然后有一种阴暗潮湿的感觉。不会潮湿啊，干燥就是阴暗，然后你要走下去，然后点那种小小的灯，然后一个一个拿下来，闻到那种酒瓶方醇的那种味道，对不对？这一次比较像什么？我觉得它已经拿出来了，然后开始倒了的那种感觉。不是那种深层在底下准备拿出来，还在挖它，深层的拎出来，然后那个酒香肆意芬芳，已经在餐桌上。对，我特别喜欢这个。我闻到的其实反倒没有酒香，我闻到的是花草味，而且有给我很深的这个记忆。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家里住天母嘛，那我们其实是前面都有院子，那我隔壁是一个叫黄贝贝，对，我叫黄贝贝。那为什么叫黄贝贝？他家院子也很漂亮。我那时候小学2年级，他已经70几岁。为什么对他印象很深刻？因为我爸爸当时做生意，刚开始跟邻居聊天，聊到开始学习佛，就是跟着黄贝贝一起学习。那我会去他家的院子，去他家的佛堂，然后去静坐。我都陪我爸爸，我在那边玩了，那我爸就跟他学习怎么礼佛，怎么参拜，对，然后怎么样静坐之类。所以他那个氛围跟环境跟宁静感，我觉得这一支瞬间就让我闻到的就是这个味道。对，所以它对我来讲记忆特别的强烈跟深刻，就是黄贝贝家院子跟他佛堂的味道这样。难怪是邻居家的院子。是邻居家，为什么是邻居家？所以这是有故事的。原来如此。它对我来太重要了，那一段记忆太重要了。我觉得它其实酒气的那个感觉其实走得很快，就前面一下来，对，后面就是都是单纯的酒的香气，对，然后甜感啊、木质啊，就是慢慢一直跑出来，对。它有点阵阵的花香，这样来了哈，对，它真的很像液体，就是你因为液体会动嘛，对，所以你其实每吸一口，它每一下的那个都会有点都在变化，对，都会有点不太一样。对，太好了。这一支如果来说，应该是近期我试过这么多香，这一支让我印象最深刻，很喜欢的一支。对，我也喜欢这个，这很棒。差点因为猜它名字也很棒，名字很特别。
unique。差点因为拆箱拆到太多验差点它。我 OK，要讲一下，担心。那真的很棒啊，就是它底下有好几个品项，而且老板这边有给佛心的价位很赞哦。好，感谢各位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后调。好的，好，没问题。谢谢大家，待会见，再见，拜拜。拜。 2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接下来要闻的后调是刚刚那一支叫做什么 Nevermore。 ？Nevermore， 不能再多了，不能再多了，不能再多。来说一下它的后调。哇，我觉得真的好美哦，这一支真的好美。深层的橡木桶的味道。哇，你闻到的是橡木桶的味道。就是木头对温暖的，对，温暖的。对，这种感觉。贴肤的花香，是。不近闻的话呢，没有办法感觉到它。嗯，然后这个味道让我现在想觉得有点像是你知道刚沐浴完，刚沐浴完。刚沐浴完，比如说你洗完澡，对，然后身体还带着一点淡淡的那种玫瑰的味道，沐浴乳的味道，对啊，哦，一点点这样，跟一开始出来的酒气的味道啊是很不一样的。嗯，等它褪去之后，你会感觉到它在背后的那个花卉的这种，轻轻的在你的皮肤上，是，然后睡前的时候蛮有那种安定疗愈的。对对，有，yeah， 说的很贴切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这一支很美的花跟木的融合，而且它是很贴近皮肤，就是很美呢，哦，美，对，很美的味道。我给这一支后调很高的评价，因为我刚刚前调我给它9.8分嘛，对不对？对9.9啦，9.9。我这一次把0.1补回来，因为它这后调实在是太迷人了。是，哦，那你们后调还是会给它一样的分数吗？我会稍微扣一点分数。怎么说？因为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有点太淡。太淡了。OK。因为我这是个人，对，我们必须要讲，这是个人喜好的问题。是。我喜欢浓烈的味道，我喜欢大放的味道。OK。我喜欢站在那个窗帘那边，你就闻到了哦，就知道我的存在了。就是哎，是谁？你这支怎么那么香？火君来了。哦，火君来了。对，所以它对我来说，你知道，小巧的。对。对，就是一个。你日常生活中，你随时不管天气都可以带上的一个味道，然后不会让你觉得，用什么它会觉得很冲突这样子，是，因为它就是如此的平易近人，是，然后很贴近，对，所以我给它8分，8分。OK， 好，因为每个人不一样了哈，所以博君说出是他喜欢的。对，那是我喜欢的。OK， 那一支嘞？这支哦，一样啦，我觉得就是稍微贴肤了一点。是。对，它确实味道走得非常的快，所以体温高的人可能就是会一下就掰了。OK。对，所以如果你希望它的存在一直很强烈的话，你可能要随时补喷。OK。对。所以超温也是8分。8分，好。或许它的 Nevermore 就是不要再多了，就是在那里最初的时候就是刚刚好就好。对。那后面它可能随着慢慢的酒醒了，就淡淡的褪去了哦。对，所以想要一直呈现微醺的状态，微醺就要一直就是最好的。
OK 你是酒鬼吧？OK，醒了就赶快补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们今天下午闻了大麻加酒嘛，哦，是一个完美的组合。没错。我没有闻过大麻。好 ，OK， 谢谢你们今天对大家的介绍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